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线上一起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的主题是《大灾问》第7集，一集一集讲到第7集的日积月累的现在是第4波的变种新冠病毒在肆虐全球。台湾去年的防疫呢，做得很好。不过呢，只要有一个破口产生呢，就会让病毒呢无孔不入而后患无穷所以3级戒护满2周之后呢，台湾政府呢又继续呢延长2周，可想而知连续1个月的这个戒护大家都不能出门那这会造成多少各行各业生意呢受到严重的冲击呢？甚至比去年影响还要大。以台湾为例呢，不仅许多餐厅因为疫情的长期影响无法撑下去，即使可以营业餐厅可以营业但是只能外带不能内用这也是会造成很难经营一些比较高级的餐厅，你怎么外带他就是要里面吃那个气氛的，对，气氛怎么带出来你去高级餐厅买那些高档的食物，跟去路边买那个打包的东西一样的，这样子，这个很难做事情的很难经营的。全世界呢各国都是一样的，关的关，倒的倒了，哀嚎遍野的，无以问苍天。房租这么贵，员工可以裁的就裁，不能裁的也是要给薪水那迫使呢政府呢第2度再动用2600多亿的台币来纾困情况真的是很凄惨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我们虔诚的祈祷，希望疫情的早日舒缓，早日消弭餐厅呢，不止餐厅难做了，我们有一些志工是什么？是以开计程车的为生的。现在每日的乘客也是寥寥无几，大家都没有出门了嘛。虽然政府没有封城但是老百姓自己封城大家都怕了，不敢出去这时候呢，就有一群呢慈济的实业家跟实业家的夫人灵机一动产生一个想帮助人的妙法就是呢，向一些生意人、实业家、企业家募款，募的钱呢，来向什么？向生意很惨淡的这个素食餐厅来订素食便当。然后再请这些生意一落千丈的计程车司机再去几个跟我们谈好的这个大医院跟政府单位给那些前线的医护跟防疫人员享用，让他们也有机会品尝到比荤食还要好吃的素食同时达到什么如素防疫的期待也同时让这些前线的医疗人员感受到人间有温情对他们这么辛苦的前线防疫是一个很好的鼓励所以你刚刚讲的要把这个素食的便当送到这些单位去说起来是很简单的，但必须有周全的铺陈跟准备需要去拜访双北台北市跟新北市几个医疗院所跟警消单位跟他们说明这个关怀行动的内容跟意义在哪里也要他们有意愿也同意了，我们才能够进行的，不能一厢情愿的。结果呢，获得了什么？新店慈济医院、星光医院、振兴医院、阳明医院、台北荣总、文山分局、士林分局、消防总局等等，还有很多的认同每个医院都很多人那这一桩好事到现在还继续在做要让人家吃免费又这么好吃的素食便当，还要这样用心良苦，人家同意的也接受了，我们还要心存感恩，因为他接受了，对我们来讲也是有缘人而且斋戒如素，让他们有机会斋戒如素是很大的因缘，而且这个是主缘，施打疫苗是助缘这个很重要真正斋戒如素才能够避开这个灾疫避开这个病毒施打疫苗不是打了就保证没事相信大家都看的报纸，
电视里面讲的很多，现在因为很多国家都打了嘛，对。台湾现在也开始帮70、80岁的老人打疫苗，一段时间下来，往生了很多人，几十个有了。美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他们的民众有的打完2剂了，还是确诊。土耳其、巴西、智利这几个国家是打完疫苗后，确诊率还持续上升哦。尤其是英国啊，施打率也达到60%了，疫情还没有见到舒缓。本来他们国家是6月底自信满满说要解封，恢复到以前正常的生活，但是看到疫情还没有舒缓下来，还是被迫把封城再延长，要到7月去了。所以即使疫苗都还没有完全保证呢，那这怎么办？这样那就不要打了吗？不行，还是要打。至少打疫苗呢之后呢，重症跟死亡率还是会下降打疫苗对全球每一个国家来讲呢，还是什么利大于弊所以呢还是要打总而言之要消弭疫情的关键因素是人类不要再杀生，我吃你，你吃我，杀的人为了吃的人，吃的人是帮着杀的人，这样因果恶性循环下去呢，结果就是没完没了了。所以上人才讲嘛，此波疫情呢，非人能挡，不是人可以挡得住的。但是它的灵方妙药，根本解决就知道，就是不要再杀生茹素。听得进去呢，就无法度；听不进去，照样要大开杀戒，那就无法度，就没法度了，就没完没了了。所以打疫苗是很重要，没有错，必须打。但是茹素不吃肉更重要。所以证严上人这一年来呢，深深呼唤大家，不只是证严上人，很多法师高僧大德都一直在呼吁大家呢，不要杀生，要茹素真的是苦口婆心，用心良苦对，打完疫苗后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哦，还是要戒慎小心。好，我们现在就来你问我答第一题，有些志工自己平常有在闻法，也很积极参加一些慈善的活动，但面对不合他意的情境时境界时候呢，声色就很不柔和，甚至会动怒发脾气这是什么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说，很爱做慈济，也很爱发脾气，或者是什么说起话来令人感动，但是做起事来令人头痛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善解，碰到这样子的人，我们还是要善解。以前讲过嘛，善解才能够解脱嘛，对不对？你不善解就无法解脱啦。要怎么善解呢？哎呦，还好啦，还好他有在闻法啦，否则的话不是更严重吗？对不对？有闻法，但碰到境界来时却用不上这样是有闻法，但派不上用场。也就是什么法不入行可能有法入心，但是法不入行有学但是不能用其实有闻法也不一定代表有法入心因为可能会怎么样，有听没有懂也可能什么有听但没有听到重点，刚好那个时候刚好在打瞌睡，上人讲到重点，你刚好打瞌睡就过去了，对，都有可能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省思的事情。有些人甚至有学佛，也有做志工但碰到一点不顺心或不开心他就会什么含着眼泪默默说再见这样也是属于什么没有法入行闻法的最高价值在于什么？所闻之法能够与生活全然结合，并且在逆境时能产生妙用，这样才是佛法生活化。所闻之法若不能用在当下，或不能用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这样所学之法
就失去它的价值啊。法入心，入心内修，法入行啊是外行啊，内修加外行两个加起来才叫做什么？如来真实义啊！不是《回向记》里面有愿解如来真实义嘛？对，什么叫真实义？内修加外行叫做真实义了。有内修没有外行，或有外行没有内修，就不能叫做如来真实义啊！这是大乘佛法的什么精髓跟它的精神啊？这个道理叫什么？叫做一乘真实法。所以即使有在闻法，也闻到重点，或闻而入心，但是习气深重难除啊，跟舍利佛一样啊，对，智慧第一，但是习气很重啊，一点事情就生死不柔和，这样入心有余，入行不足，功夫只学一半呢。不要说要度别人了，度自己都有问题了啊。好，第二题，我每天都有在听法，跟刚刚那个一样哈，也还勤做笔记哦，我也勤做笔记，自认入法有心得，哎，这个很有自信。我闻法，我入法有心得啊。他在讲说，我每天都有在听法，也勤做笔记，自认入法有心得，但常常在活动中呢，还是感觉有什么不圆满与不圆融之处啊，自己感觉了，造成个人与团队之间难免有嫌隙产生。事后我自己反省，都会感觉很愧疚，这是什么原因呢？哇，这个也不简单哦。为什么？他懂得自我反省呢？有些人都是别人的错，跟我无关，错都是别人错，没有自省能力。但是这位志工，他懂得自我反省，也会自觉愧疚，这样也是属于什么？有自省能力的人啊，这是对自己清清楚楚的人，叫做自知之明啊。这种人，佛法对他有办法，佛法只对一种人没有办法。你不是佛法万能的吗？不一定。对那种懵懵懂懂啊、浑浑噩噩啦、糊里糊涂的人，这种人去看医生哦。医生提醒他哦，你身体哪里有病要注意哦，他还会怪医生呢。怪医生说哦，早知道不来看医生了，不看医生没事了，看了才知道有，看了才有这些病了。你看这个是什么逻辑，什么道理啊？这种人就是冥顽不灵的，佛在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不是放弃他了，还是没有放弃他，还是要等待因缘来度化他。不舍众生啊！那我们如果别人放弃我们，我们不是很惨嘛？对，师父也不会放弃我们啊。对，所以正言上人曾经开示一句话，非常好：修行者了解要尽量断烦恼，去欲念，这些都还可以做得到，但是要除习气却很难。为什么？因为虽然有在听法，但不解法中之妙啊。所以依然无法体悟法妙的境界，所以心中还是一样有烦恼，做起事来还是会有不圆满、不圆融之处。原因就差在这里，哪里啊？就是不解法中之妙，这句重点了。这句开示简单的讲就是什么？有在听法，但没有听到重点了。就像好像棒球比赛啦，一直在挥棒，一直挥棒了，但是都没有打出安打。还是徒劳无功，没有办法得分。你有在闻法，花了好多时间，但是都没有听到重点，或者不解法中之妙。满天是金条，要抓没半条。听那么多，没有一句记得起来，没有一句用得出来。哎，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上人才说，讲经的人是说者谆谆啊，谆谆教诲嘛。讲经的人是说者谆谆。但听法的人是什么？听者渺渺啊！这个上人有时候也会无奈啊，讲这句话，意思是说，讲的人是尽心尽力在讲啊，但是听的人却是接受有限呐。接受有限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虽入法有心得，但却用不出来啊。讲的很有道理，我体会得出来，但是用不出来啊，就是什么？就是法有入心，但却不入行呢。总而言之，也不是自己没有进步了，还是有进步。每天闻法一定有进步的嘛。
至少观念改变很多了，但是进步还不够快速，不是优点没有增加了，进来以后优点增加很多，但问题是什么？习气跟缺点的依然还在啊，这是我们的问题了哈，所以不容易啊。好，第3题，为何正言上人在开示中经常会强调修行要走入人群？哦，几年来啊，上人开示一直强调这句话，入人群，入人群啊，这大乘佛法的精神哈。上人曾经开示啊，这句话也是非常的重点。上人怎么讲？他说，《法华经》最珍贵的地方是，他告诉我们，再怎么修行，还是会差那一段，就是菩萨道。每一尊佛都要经过菩萨道的菩萨行，所以菩萨道的尽头就是成佛，而行菩萨道就要走入人群了。这是一段非常清楚的开示啊！现在是末法时期，也是五浊恶世。五浊恶世里的人群浊气很重，因为习气很重嘛，就如污泥一般呢。但是莲花就是需要这样的污泥，才能开出什么清净的花朵。同理，要成佛也是需要在污泥一般的人群中呢来成就，离开它就无法成就了。所以要广结善缘呢，就要入人群嘛。你在家里一个人怎么跟人家结好缘？你要去入人群啊，跟人群互动嘛，对。所以慈济8大法印的每一个脚印呢，都是在与众生结好缘呐。这是你去国际赈灾也是跟那些国际难民结好缘呐。你这次纾困，就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这些人，也是跟他们结好缘呐。这是都是8大法印里面的脚步，都是这些嘛。这就是下化，觉他，帮助他，启发他，关怀他的觉他，这是下化。只下化不够，还要什么上求嘛？上求下化嘛。那还需要上求，上求什么意思啊？透过深入经藏去印证诸佛庙里啊。我们已经在下化做事情了，还要把这些事情透过深入经藏去印证这件事情是印证哪个佛理啊？这个叫做什么？就上求了。这个叫做上求，也叫内修了。也是叫自觉嘛，所以自觉加上觉他，再加上觉行圆满，成佛的利基呀，道理是这样子的，但是要做也不简单呐。但是道理要先懂啊，对，要在人群中去教化度众生呢，就必须以有形的慈济宗门，访视啊、资源回收啊、国际救灾啊、什么社教啊，那些都是啊。有形的慈济宗门与无形的净思法脉去全实并演啊，全巧跟真实，方便法跟真实法并演，就是齐头并进的意思的。从恒顺众生的方便全教中啊，探求到真实实教。恒顺众生就是方便法嘛，方便你，对，方便全教，全教，探究到真实的实教，一个是方便法，一个真实法的意思了。这个过程呢，就叫做什么？开三圣之权，显一圣之实啊！开三圣之权什么？小圣、中圣、大圣啊，一圣、二圣、三圣啊。方便法开很多方便法，但是从这些方便法里面，我要显什么？开权要显实嘛。开方便法，但是我要什么？显真实相，让你了解这些方便法里面做的这些人间事呢，印证的真理是哪一个真理啊？真实的显实的实，就这意思嘛，就是开权显实嘛，这是人间路跟菩提道相互衔接起来，虽然是以方便法去接引最终还是要回归真实之道。以上所讲的这些真实义呢，必须深入人群才能得到印证这是一个人在家里没办法印证这叫信解嘛。你相信他，了解他，
还要去行动去实践，最后印证才圆满，信解行证才会圆满。所以离开人群就无福可造了。你怎么去造福呢？你没有深入苦难，如何去闻声救苦？如何去种福田呢？自己在家里怎么种？所以离开人群就无福可造，也无法可修。法在人群中，不是在寺庙，不是在佛堂里面，道也是一样。所以正言上人强调修行要入人群的道理在这个地方。其实真的还要深入解释的话，是很多讲不完啦。但我们简单讲，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啊。第4题，学佛常教我们要学习简单，但是与人相处却是如此复杂。处此环境时，要如何学习简单呢？学佛要教我们一切要简单嘛，对。首先我们要了解了简单，什么叫简单？简单不是指头脑很简单，不是指头脑很单纯，很愚昧无知。简单是指什么？心念的清净，目标的专注，叫做简单。简单才是美。要生活简单或心念单纯，就要做平凡的人呐。做平凡的人，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也不是生活懵懵懂懂、庸庸碌碌，不是这样子，很平凡到庸庸碌碌、懵懵懂懂，不是这样子，而是什么？多做少说，不希求回报，不炫耀自己，这叫做平凡的人呐。其实已经不平凡的啦，对，很多人汲汲营营啦，功名利禄啦，对，勾心斗角的啦，你名闻利养的啦，都执着放不下。平凡的人就是要这样子多做少说，不祈求回报，不炫耀自己。心念单纯的人呢，比较容易启发身心跟情绪的潜能哦。心理学是这样子讲的，心念很单纯的人呢，他比较容易启发身心跟情绪的潜能。这样子的人呢，比较容易怎么以心转境，他心里很单纯的，他不复杂。换句话说，比较有赤子之心，而能什么菩萨游戏人间呐？什么叫菩萨游戏人间呐？对，潇洒，该提就提，该放就放，很简单的。不会说该提的时候提不起，该放的时候放不下，不会。或者该记的时候记不起，该忘的时候忘不了，不会。他该记的忘不了，该忘的记不起，他就是分寸拿捏的非常好，很单纯呐。他甚至可以谈笑用兵。这个都要有赤子之心的人，要赤子之心就要什么？心念很单纯呐。那目标单纯的人呢，容易专注，目标很单纯，所以很容易专注。专注就会有力量嘛。那个钉子不是尖尖的很专注下去就有力量了嘛。钉子如果头大大的，或者2个头、3个头，那怎么钉呢？钉不下去。目标不专注，就是一个而且尖尖的就下去，专注就会有力量。也由于目标专注，因此通往目标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跟挫折呢，也都会自动变得微不足道。这就是一种妙法了。你把心念放在最终的目标上面，这个目标之前的过程中一些事情你就不会去计较了。我的终点站在那边，不是这里，这边不能下车，意思是这样子了啊。这也是一种妙法了哈。因为专注有力，所以呢，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嘛。你理他，他就会影响你了；你不理他呢，他对你产生不了作用。这个功夫叫做什么？心地法门。环境跟人事本身不会自己复杂，会复杂的是什么？我们自己的心念呐。因此才说，当环境或人事复杂的时候，最好的对治方法就是什么？让自己保持单纯。这个我是体会很深刻的。环境跟人很复杂的时候，对治之道就让自己保持单纯。就没有事了。心宽念纯的人容易培养定境，
那定境越深的人，则远离乱境的能力就越强。这样的人呢，比较不会与顺逆境界沾染在一起，纠缠不清，他不会。所以顺逆境界都能随境而安，甚至呢有能力什么妙用逆境、妙用境界啊，这个跟心念是否单纯呢是息息相关的啊。相反的呢，心念不单纯，如果心念不单纯，自己一个人独处都很复杂啊，更不要说处在复杂的人事或环境中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自乱阵脚啦。庸人自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简单很重要，但是简单的意义我们要弄清楚。好，第5题，随分随力跟尽心尽力有何不同？这个问题问得很厉害哈。我们都会常常朗朗上口啊，随分随力，尽心尽力，但是这2个有区别的啊，这个要区别也不容易哦。随分随力就是什么？就是随性随喜啦。随你的高兴，随你喜欢的意思啦，也就是什么？随心所欲，及自己方便的心态去做事情。虽然有多少力量就做多少事，也没什么不对，但心态上呢，是被动消极的一点呐。对，但是尽心尽力就是什么？意志坚定，道心坚固，目标专注，使命必达。佛经上称这个叫什么？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所有的心念跟力量集中在一个地方，屹立不摇，不轻易动摇。这样的话，做事情呢，没有事情不成功的啦。所以这样的人目标单纯专注嘛，他也会主动找寻磨练跟考验，他不会逃避的，他可以接受磨练跟考验的。然后他从这个接受的过程中，什么壮大自己的心智，所以没有什么事情不成功的啦。其实啊，随分随力是几十年前呢，证严上人为了让志工排除非做不可的心理压力而用的方便法。哎呀，你是大企业家啊，不要说你一进来就要全心全力，他吓都吓死啊！要守10戒啊，要干什么？要读书啊，这么多规矩他不敢来了啊！怎么都可以？好，我抽烟也可以，喝酒也可以，都进来，先进来再讲，等你进来再慢慢处理啊。是这样子啊，对，都可以，让你先进来啊。时间上呢，你工作很忙没关系，有空的时候来做，尽量抽出时间啊。那个时候你随分随力，没有压力嘛。那个是几十年前上人就用这个方法了啊。你要来做志工都可以，随分随力，随性随起，没有压力的啊。他没有力，他就会来了；有压力，他就不敢来了啊。所以没有时间上的压力。这现在是坏劫时期啊。正法式微啦，是非混淆啊，社会纷乱啊，邪师说法呢，及假讯息、假新闻如恒河沙。这些邪知邪见就如魔音传脑啊，不断的蛊惑人心。现在也是一样啊，现在的社会也是一样啊。你看那个新闻一大堆，你没有智慧判断的话，你可能被误上贼船，还要认贼为父都会啊。所以人人再不赶快弘扬正法，会来不及。所以加强上人证严上人加强用法的力道，叫做尽心尽力。以前让你没有压力啊，随分随力，随你喜欢。现在进来了，已经进来了，要更上一层楼了，不能再随分随力，要尽心尽力。没有时间，找时间出来，不是没时间就不要做了，找时间出来啊。也就是说，不能只是随自己的方便或喜欢就好啊。而是不但要承担工作，还要承担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什么？不达目标绝不停止。这跟一般的志工不一样了啊！在志工团体里面，我们常常会称什么？随分随力、随性随喜的一些志工叫什么？叫做快乐志工。好听叫快乐志工了。什么意思啊？高兴的时候就来做一下，做的时候就高兴一下，但是呢，没有做完的事情，放着就不管它了，没有责任感了，而不快乐的时候更不会来了，这个我们叫做快乐志工快乐志工是高兴来，不高兴就不来嘛，因为缺乏精进跟负责任的心态，所以道业跟心智成长比较慢，因此呢，碰到一些挫折或不如意呢，或不开心呢，他就停滞不前了，
或碰到一点压力不开心，那他就不来了甚至还有什么怨天尤人充满抱怨都会有这样的人呢，因为入法不足更害怕被别人伤害，有很多事情呢畏首畏尾，不敢承担所以呢，虽然美其名叫做快乐志工其实不快乐的时间的比较多啦，根本就不快乐。总而言之随分随力或随性随喜是过去阶段的权巧施设与善巧用法，尽心尽力或全力以赴是现阶段现在这个时候开权显实跟习权经实。什么叫习权经实？习就是过去的意思啦，经就是现在啦习权过去用方便法经实现在今天用真实法的意思从方便走入真实，这整个心智修炼的过程叫做什么？从种种方便全教悉归实质从种种的方便法到最后怎么样？万法归宗，殊途同归归到实质真实法的智慧，清净的智慧，不是全智舍利佛就是全智，小圣的智慧力。文殊师利菩萨就是实智，成佛后倒驾慈航再来的那不一样对，实质就是佛智，成佛了嘛，清净的智慧所以随分随力跟尽心尽力是平凡浅淡的话，但我们也可以把它引申出这些大道理出来真的是很多东西要学习的第6题，遇到一个没有品格的人，但工作上还需要跟他接触，请问要以何种心态来应付呢？来应对呢？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碰到了碰到这种情形，人群中的修行就是如此嘛。好，别人没品格那是别人的事情，自己要不要有品格那是对自己的要求。看到别人没品格会不受人家欢迎，我们就要拿他来警惕自己，拿他的境界来修炼我们自己。能这样借势练心，他就是我们的老师啦，我们还是要感恩他。但是他没品格的部分就不能学他。同一个人身上的优点缺点呢，把它区别得很清楚，好的坏的都变成我们正面的教材，这个叫做分别智不会搞混，区别得很清楚，分别智。虽然工作上还需要接触他，这表示彼此还是有缘既然有缘呢，我们就随缘以正信的佛法，因为你有学佛，他没有学佛所以你就用正信的佛法去度化他，做他生命中的贵人他如果被我们善巧导正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觉他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如果经过你的努力还是无法改变他，那至少我们不要被他影响，也不要被这样的问题缠身，能做到就叫做自保做菩萨也要懂得自保否则变成泥菩萨，那这个就麻烦了。好，第7题，如何才能避免因为无常观而变成杞人忧天，或天生惶恐，而且我心生惶恐，会常常担心或惶恐，下一秒钟不会有什么无常来，下一秒钟的无常。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对人生的无常有体认是很好，但变成心生惶恐，这个就过头了啦，分寸要拿捏得当有一句近似语说人生有2件事情挡不住，第一个是时间，第二个是无常。人生无常是要我们去积极体认并做好准备，叫做居安思危，也就是危机意识啦，未雨绸缪一样意思的。佛法上都把它叫做什么无常观孔子所说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也是这样的道理啦。我们不必因为世事无常难料而消极懈怠或心生恐惧，这样就与正信佛法背道而驰的就不对了。
惶恐或恐惧是来自无知啊。无知不是没有常识、没有知识啊，是对未来的状况呢不了解，或没做好准备啊。就好像说，我们明明知道要考试啊，你却不准备功课，这样考试一到，你自然是心生惶恐啦，会怕啊。但是你有准备好，你是什么？你谈笑用兵，你不怕，道理是一样的嘛。所以了解人生无常还不够，还要积极去做准备。走入人群去利益众生，是为人群造福，这个就是什么？预知来之福啊，就是在做准备了，做起来顿啊意思啊。虽付出无所求，但过程中的以福转业，就是因缘果报的真理啊。你不在意它，你不求福报，福报自然也会有啦，因为这是真理啊。行善造福，该做的都做了，即使还碰到无常业障的果报，我们也才会怎么样？无怨无悔嘛，因为该做都做了嘛。因为我们会提起正念，告诉自己，这已经是重业轻报了。如果没有做的话，那会更惨。所以还是要心存感恩，庆幸自己有做还是有差，还好我有做，才这样子而已。这个已经是重业轻报了，已经打折了啦。这样想才是什么？正心正念啊！好，第8题，当我们一直在劝导受伤的一方，要去原谅伤害别人的那一方，长期下去呢，伤害别人的人却变本加厉，这样要如何继续原谅他呢？如何保护受伤的那一方呢？这个真的是在人群中才有办法去体会到这些事情哈。人群中呢，有这些事，才能让我们借势练心嘛，是吧？每一个人的心都会打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叫做万法唯心造。生活中所有的困难、挫折、压力、障碍、冤枉、误解、羞辱、凌迟，甚至是伤害等等，其实都是自己的心理反应表面上是看起来外在给我们的这些感受，佛法上叫做什么？自性显现。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所愤怒的对象是非常的可恶啊。其实90%的可恶是我们自己内心所投射出来的自信的显现的意思啦。也就是我们对这个人或这件事情的想法跟看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立即转念告诉自己，去责备一个伤害我们的人，只会让我们更愤怒啊；去埋怨一个令我们忧愁的人，只会让我们更哀伤啊。这句话是提醒我们什么？对这些现象的产生，你是持何种心态，决定了我们被它影响的大小程度。所以还是在你对他的这个看法，也就是你心念的把持的意思了。你重视他，在意他，他力量就很大；你不理会他，你不在意他，他就没办法对你产生力量啊。如果对伤害不起反应，伤害就找不到对象啦。同理，我们对痛苦不起反应，就没有痛苦的感觉了嘛。其实这几句话都非常的好，用在生活中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样？很容易就做到刀枪不入啦，不会轻易就受伤的啦。以前读书会我们有分享一句话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这句话在我的人生里面也是起了很好的一个保护作用防火墙啊。意念会改变一生在这里将感受令其不生反应，值得我们深入去体会。有感受就好，但不要起反应。这个有区别的有感受就好，但不要起反应。感受跟反应是一线之隔就好像什么全垒打得分跟高飞球接杀一墙之隔而已但结果是什么？完全不同。所以伤害我们的人有没有变本加厉，那是人家的事情。我们被他伤害的感受要不要变本加厉，那是我们自己心念的问题了。不必以牙还牙或以暴制暴，壮大自己就好。最好的办法就是壮大自己，
因为你讲过嘛，你强他就弱嘛。心智壮大或心念坚强的人呢，在面对这些现象的时候，他比较能大机大用啊，随起随灭。这个很大的机缘，很大的机会，我来学习大机大用。用过之后我就放下了，我随起随灭。这个事情我起来了，学到了我就放掉了，不会放在心中放不下去。这个忘不了，不会。这随起随灭，不但不被它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它，让自己因为大机大用而变成应机妙用啊！这个心智更壮大起来了。这就是什么？转境跟转念的功夫了得。我们就是在学这个嘛。其实我们也去试试的把近似语拿出来用。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了，但是知道，但是用不出来啊。我们再提一遍：要原谅一个不小心伤害别人的人，但千万不要做一个轻易就被伤害的人。无法要求别人啊，只有不断的充实自己的。好，第9题，你在分享的时候他们问了，可能这个人可能常常听我分享。你分享时说到要学习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这样目标跟理想要怎么去实现呢？他质疑了，你什么都放下，那怎么去实现呢？两个不冲突啊。放下知见，去除我见，是知见的解脱，不是放下而已，解脱了。心空无见，心空无见是不先入为主，也没有心存定见，也就是要先净空自己，没有自己的定知定见才有可能找到真理。你放空嘛，真理才能够进来啊，法水才能够进来啊。你满满的一杯水加不进来了，所以你要净空自己。学佛就是要朝着什么解脱跟觉悟的方向迈进嘛。我们来学佛也是一样啊，目标就是解脱跟觉悟嘛。但是看开跟放下就是解脱跟觉悟是什么？行动纲领。你要先做得到看开放下，才有办法解脱觉悟了。行动纲领是这个了。对，一个人心中如果还有希求回报的执着，就会对人与事看不开放不下。然而有时候我们虽然自己认为无所求，其实还是有所求，但是因为自己不容易察觉啊，因为这样子的见思惑、见解跟思想的那种疑惑、见思惑呢，就像那个尘沙般的维系啊。你以为你无所求，因为太维系了，所以不容易察觉。因为我们是当局者迷，自己看不出来啊。但是别人旁观者清，看得一清二楚啊。所以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也是有所求，勉强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那是对别人强求，而主观认为自己的意见比别人好，那更是没理由啊。也因此我们才说要学习怎么样？刚刚讲放下知见，去除我见，心空无见，这样烦恼才会跟我们说再见其实坚持己见呢，未必会把路走绝，不一定会走绝，因为你有权利啊，对。但是你很坚持己见所以坚持己见未必会把路走绝，但肯定会把路越走越狭窄，因为你格局不大，没办法集思广益，没办法察纳雅言，自己说了算。因为坚持己见的人呢，是目中无人心中只有自己了，也认为只有自己最懂最行。所以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想法跟意见，这样子的人呢，因为什么？身着我见，所以大法难投，也会因为心门不开，所以正法难入。因此有这种心态的人，因无法广结善缘，所以也会缺少助缘，而大事难成所以要实现理想或达到目标，刚刚讲嘛，对。要实现理想或达到目标，不是靠个人的坚持己见是要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尤其是身为领众者、领导者，更需要学习什么？集思广益。刚刚讲的察纳雅言、广纳雅言的意思了，并且能够不耻下问。你很懂了，但是还有你不懂的地方要不耻下问，以能问于不能。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后了。有人比你懂，
你有时候比别人懂没错，但是大家互相截长补短，以这样谦虚的心，团队的精神去做事情的话，就比较容易因缘和合而圆满成就了。这个大家可以细细去体会，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第10题，生命中常常会碰到许多小人，也会因此而起嗔恨心，该怎么办？碰到贵人是福报，碰到小人是业障。碰到贵人要感恩，碰到小人那怎么样？更要感恩，因为若能心存感恩，则小人变贵人呐。每一尊佛呢，都会有各自的提婆达多来障碍他，而每一尊佛也都很感恩有提婆达多来成就自己的道业。佛陀甚至受记提婆达多成佛的时间，比其他弟子还要长这个最不听话的，受证给他的成佛时间更长更快所以碰到小人，先不要心存讨厌或心存嗔恨，这样会怎么样？彼此越看越不顺眼，自己也会因人乱了心而起怨憎会之苦恨人家恨到自己很苦既然会碰在一起呢，就是有缘嘛虽然是恶缘小人是恶缘嘛但要化解恶缘结善缘，这样能随缘消旧业才是正念。做得到就是自转法轮，自转乾坤身边的小人就变成我们终身的贵人了。其实这个是什么？这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用法之妙。如果功力不够，我们不能调伏小人或改变那个小人，那我们只好明哲保身自求多福至少能先做到亲贤臣怨小人，不是怨恨远近的远，这个地方是动词，念成怨亲贤臣怨小人，什么意思对小人人还是一样待之以礼，但是要注意要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好，第11题，我是一个悲观的人，要怎样才能令自己呢保持乐观更积极的人生观其实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啦，因为要悲观很容易，要乐观就不容易了因为要乐观、要正向、要正念，这个都要靠修炼的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要改变几天就种植花草，要改变几年就种植树木，要改变一生呢就种植观念，因为一念会改变一生观念正确则想法正确，想法正确则态度正确，态度正确则做法正确，做法正确则表现良好，表现良好就是命运变好悲观是由正念心乐观也是由正念心成功是依仗这颗心，失败也是依仗这颗心，所以佛法才说3000一念由心牵，一念含容3000界，也说境由心转也就是说一个人或一件事情我们对他产生烦恼或不开心，不是这一个人或这件事情让我们烦恼不开心了，而是我们对这一个人这件事情的看法跟想法有关刚刚讲自信的显现一样的道理这就是思想跟观念所以心无正念则易起悲观悲观的人则难起正念，心存正念则易起乐观，乐观的人则易起正念，彼此是互为因果了。悲观的人容易多愁善感遇到雨天就让自己的心情低落，遇到晴天就感到焦躁。乐观的人他容易正向思考，碰到雨天感觉滋润大地，遇到晴天看见光明跟希望，都是好的。那悲观的人呢，看到机会来临了，他怎么样？他想到机会后面有困难，所以不敢把握。乐观的人是看到困难以后，后面有机会，所以他赶快把握。同样的天气跟遭遇，却有不同的心情跟心境。
这个什么心念的使然呢？要维持乐观的心态，不能全靠情境，也不能迁就环境而是要什么？懂得以心转境心境是主人的，环境跟情境是仆人。心境掌控环境，主人掌控仆人，这个才是正确的这个需要有正信的佛法做后盾心态乐观或悲观呢，是与正思维跟正知正见呢息息相关的。起心动念不离正法，就是正思维；心中不迷而断见思惑，就是正知见。简单来说了，要令人生乐观积极，就是要有什么智慧的信仰、坚定的愿力、精进的行动，一言以蔽之简单讲就是什么信愿行这是行菩萨道的3个条件，就好像鼎的3个角缺一不可而佛法中有8个协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叫做8正道人生如果都是时时心存正念，也行于正道想要不乐观也很难好，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大哉问到此结束感恩各位的参与，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下次见，感恩。